燕儿，燕儿，你在哪儿？燕儿，燕儿，燕儿，你在哪儿？燕儿，你在哪儿？燕儿，燕儿，燕儿，你在哪儿？燕儿，我的燕儿啊！大夫，怎么样了？将军，这孩子身子弱，伤势重。这临安城是个小地方，需要的药品都没有，这里救不了他，得上京城。知道了。山匪已经剿灭，我就带着这孩子回京复命。燕儿，刚刚好像有人叫我名字。哎，王爷，想必您听错了吧？这里谁敢直呼您的名讳啊？你不想活了，别连累我们。就是，儿子，幸好你动作快，要不然咱们就被这疯婆娘给害死了。我都已经帮你睁眼好了画像的事，你不知好歹，还敢去冲撞王爷！这个疯婆娘居然妄想王爷是她儿子，简直得了失心疯！要是看在你是我大伯母的份上，我今天非活剐了你！打你一巴掌算轻的，以后给我老实点，自己找死，别连累我们。你们家的地已经被征用修建皇帝行宫，赶紧滚出去，回去搬家吧，免得再惹出什么事儿。不能搬，不能搬，不能搬！搬的话，燕儿就永远回不来了。我不能搬。这个代表着我们一家人团团圆圆，永远不要分开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有人突然冲出来，惊扰了马匹，那妇人也被吓到了。不过还好，人没被撞到。时辰太招摇，百姓畏惧，有扰民生。去找一件平民的衣服来，越破越好。我自己过去就行。嗯。三娘。哎，怎么了这是？没啥事儿。你打听到燕儿的消息了吗？算算日子，咱儿子今年也有25岁了，说不定哪天自己就找回来了。是啊，一眨眼就长大了，说不准还功成名就了呢。是。你这么急匆匆的回来，是有什么事吗？他们说咱家要被拆了。什么？武姨说了，咱家这个地界要被拆了，皇帝要在这修行宫。这怎么行啊？咱们家要是拆了，婴儿回来找不到怎么办？对呀，咱死活不能搬走啊，一定要等婴儿回来。东西都收拾好了吗？卖菜了，卖菜了，新鲜摘的菜啊！你点不大早，我家别绑吗？哎，小妹，你给开个张行吧，支持一下。卖菜了！哎，你看看这个有卖菜。
英儿，英儿过来，来，你看这是个什么？这是个圆啊！哎，对了，这个圆呐是代表一家人，这是3块玉。来，我们婴儿带一块，娘亲一块，爹爹一块，这个代表咱们一家人团团圆圆，永远不要分开。山匪来了！山匪来了！啊！快跑！快走！快进去！快！来人呐！救命呀！给我抓住那娘们儿，老子要好好享受！给我杀！娘，你在哪儿？娘，你在哪里？娘，你在哪里？娘，婴儿，婴儿！哎呀，五爷，你可算是来了。哎，这个是我这个月的工钱，你收下。你帮大伯母打听下婴儿的下落。大伯母，找人无异于大海捞针，这点钱可顶不了什么事儿。我只有这些了，咱好赖也是一家人，你就当帮大伯母，就算是大伯母求你了。哎呀，你别烦我这2天没时间，府里上下都在忙着迎接镇南王。镇南王？镇南王10年来剿匪无数，纵横南北，攻冠全军，年纪轻轻就被陛下封为王爷，自号镇南，手握10万木甲军，攻冠无双。这样的人物，不日就要来到临安城。大伯母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，要是冲撞了王爷，你全家都得被杀死。是，王爷这么大的人物，肯定见过不少人，有不少朋友吧？这样，你呀，让王爷看看婴儿的画像。王爷见多识广，说不准真的见过婴儿呢。恭迎王爷！王爷莅临寒舍，真是让寒舍蓬荜生辉呀！我此次前来是为陛下建造行宫，暂时住在你府上，打扰了。折杀小人了，这是小人的荣幸。王爷，请。
这画像是谁的？不知道是谁的。哎呀，这些下人真是偷懒，竟然不打扫干净，让王爷见笑了。去查一下这个画像的主人是谁，查到之后立刻向我回来禀报。遵命。安顿好以后，带我去给皇帝行宫宣旨。是。知不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？不是，你们，我闯了什么祸呀？你的画像被王爷捡到了，你那个下贱儿子的样貌惊到了王爷，王爷盛怒，正在追查画像的主人。不是，这只是一张普通的画像而已，怎么会迁怒王爷呢？要不是武艺替你瞒过去，你现在就得被拉去看头，连我们家也得跟着受牵连。赶紧把这破玩意儿给我烧了！不行，不能烧，我就剩下半张画像了，绝对不能烧啊！惹怒王爷，全家抄斩！你嫌命长，我还想多活几年呢！给我拿过来！我不给，不给，不给！这祸害人的东西，趁早烧了干净！婴儿，我的婴儿！李三娘，你也该清醒清醒了。你那个儿子这么多年没回来，早就死外边了。你以为人人都像王爷一样做了大官回来寻亲吗？你说什么？王爷也在寻亲？你该不会以为王爷是你的儿子在寻你吧？做你的春秋大梦！婴儿，婴儿，哎，你发什么疯？你给我回来！婴儿！三娘，你没事吧？我听说集市上出了事儿，就赶紧过来了。婴儿呢？啊？我把山分阴开，回来以后就不见了。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！三娘，不怪你，三娘，婴儿没有死，他不会死的，他不会死的。真的吗？婴儿不会死的，就算走遍天涯海角，也一定会找到婴儿的。大哥，哎，有没有看到一个孩子长这模样，长这么高？哎呀，没看到，带着这样的一个玉佩，你再仔细看看，你烦不烦呀？给老子滚！瞧一瞧，看一看，新鲜的糖人刚钓上来的好玩的糖人，有没有看见长得这样的孩子？快来看看，来瞧一瞧，看一看嘞。你仔细看看，卖包子嘞，热腾腾的包子，5文钱2个，卖包子喽！来看一看，来走一走看一看了，来走一走看一看了。太适合你了，这个试一试。哎，对对对，是的，这是我们的新走，开心吗？适合你了，真的。还有小姑娘，小姑娘适合这个，现在一些。对对。婴儿，你在哪儿啊？爹，好想你啊！陛下，吃药了。
婴儿，10年来，你助义父平定天下，立下赫赫战功，朕就封你为镇南王，镇守南疆。婴儿绝不负陛下嘱托。这次回临安城，你替义父建一所行宫。义父逐鹿天下15载，终成霸业。日后回乡见父老乡亲，也得有个住所。是。婴儿，你也是临安城人，这次回去啊，也找找你的亲生父母。陛下，你已功成名就，若能找到你的亲生父母，一家人共享天伦，那才好啊。我不配！我告诉你，我要不是看在我们是一家人的份上，跟我提鞋都不配。让你当我儿子的狗，那是抬举你，你别不识好歹。你行了，大家伙都少说2句啊。今天是我儿子婴儿回来大喜的日子，咱有啥话就不说了，免得伤和气。这样，咱一块坐下吃顿团圆饭。什么大喜日子？狗屁大喜日子！一个乞丐关我屁事啊！有庆，我们也是一番好意嘛。这粗茶淡饭的，弟妹别介意。来，就让我们吃这些。林三娘，你别以为我们家跟你们一样穷酸下贱。哎呀，婴儿今天突然回来，我们也没准备啥，等改日我们好好准备。请大家伙儿吃顿好的，今天大家就委屈一下。来，这种乞丐吃食，你还好意思让我吃？把我们当成跟你们一样臭要饭的吗？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？你们一个个的良心都被狗吃了，这到底是要干什么？过分！你们一家子要不搬走，还有更过分的。你什么你？我现在已经算客气了，要是等我夫人带人来了，定把你们2个老家伙扒皮抽筋，到时候你们下跪求饶都没用。哎呀，没事吧？爹，给我滚！我们家不欢迎你们！走吧！滚！今天是我们一家团聚的日子，我不想跟你们多计较。现在，我爹娘下跪道歉，然后滚出去。王爷，您慢点。王爷，您怎么穿成这样，一个人前来？我不想打扰百姓的正常生活啊。行止就选在这儿吧。是，此地依山傍水，是临安城啊最好的地方。只不过有一家人不想搬家，我的幕僚正是那家人的侄子，他已经前去处理了。好，务必要给足安置费，不可强差欺辱百姓。下官明白。我去四处看看，这件事就交给你了。是。我们婴儿又长高了，再过2年都要比娘亲长得要高了，是不是？等我长大了，一定干出一番大事业，让你和爹过上好日子。哎呀，我们婴儿长大以后一定能干出一番大事业。这个地方怎么那么熟悉啊？东西都收拾好了吗？有庆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快坐，一起吃点。这个破地方，臭死了！大哥大嫂，你们吃这些是什么呀？纯素，全是野菜。你看，一口肉也没有，这给狗吃，狗都不吃。
就拿这个招待我们，好意思吗？这不是便宜吗？我家比不上你家富贵，条件有限。弟妹，你别嫌弃，来坐。行了，这些猪食谁吃得下？今天是我儿子来和你们说搬家的事儿。大伯、大伯母，拿着这银子交出房契，找个养老的地方吧。我们不会搬的，我们苦苦守了婴儿15年，这如果拆了，婴儿就找不到家了，不能搬。对，我们不搬。不搬，你们守着破猪圈有什么用？知不知道这银子我这辈子都挣不来？识相拿上这银子，就当做你们后半生的棺材本了，不识抬举。哼，我们不要银子，对，我们就想等婴儿回来。我说大哥，你们都找了10几年了吧？找到什么了？除了把你的腿找瘸了，清醒一点吧，别做白日梦了。大哥、大嫂，我看呐，你们那贱命儿子早就死外边了。胡说！胡说！婴儿肯定会回来的。滚！都给我滚出去！干什么？你以为我愿意来你这破地方啊？你自己看看，和猪圈有什么两样？别说你找不着儿子，就是你找着了，你看你这穷酸样，他能认你们吗？别和他们废话，我最后再问你们一遍，搬还是不？不搬！你不要脸！他好赖也是你大伯。他怎么了？我叫你们一声大伯大伯母，那是给你们面子，还真在这给我端起酒杯的架子啊！实话告诉你，你们在我眼里跟那外边的野狗没什么区别。你侮辱亲人，欺压长辈，你还有没有王法？王府，我是知府大人第一幕僚，又和知府的表妹定了亲，在这临南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实话告诉你们两个的贱命就在我一念之间。要是不搬，现在就杀了你们！住手！住手！你个乞丐敢管我的事儿，耽误小爷办事，连你一块打！打我！你好大的胆子啊！王爷早就下令，修建行宫要给足安置费，不可强拆，更不可欺辱百姓。你是何人？两位老人家，你们没事吧？你们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。关于拆迁的事，你们有什么考虑，直接说出来，我一定会帮你们满足。大人，要是和王爷说得上话，麻烦帮我们说说情，不能拆我们的房子啊！就是啊，大人，这房子不能拆呀！我们和年幼的儿子走失了整15年啊！这房子如若拆了，孩子就找不到家了呀！什么？15年？是啊，大人啊，这房子虽然简陋，但是我们找到孩子唯一的希望了。大人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，我给你磕头了，大人。这玉佩，这个是我们找到孩子的幸福，我们一家人都有。你看。
乞丐，我可是知府大人第一幕僚，在这临安城还没人敢跟我这么说话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还敢欺负我？现在可以滚了吗？你敢打我，你个臭乞丐！你们死定了！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救不了你们。王爷，让你知道这一巴掌下来有多重。来人，快去禀告表小姐，这两个家伙不办，让表小姐带人来。是。告诉你们，今天这破地方我是拆定了，这可是知府大人的命。等会表小姐带人来，不让你们两个老东西，还有你这个废物，求生不得，挑死不能。秦刚就是这么教你做事的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直呼知府大人的名讳！夫人来了，划了你的舌头！别说是秦刚的表妹，就是秦刚来了，你也得在我面前下跪请罪。启禀大人，王爷去了不肯搬迁的那户百姓家里，表小姐也带着人过去了。啊？什么？若不是他们起了什么冲突，要是他们冲撞了王爷，咱们全都得死！快召集人马跟我走！是。表小姐，你可算来了！这两个老东西，还有这个废物，我给足他们银钱让他们搬家，他们不但不搬，还打我的脸！好大的胆子！你们这些刁民，竟敢打我夫婿！打就打了，你又如何？哟，骨头还挺硬的。你可知这里是临安城，我表兄是知府大人，你在这儿敢动我的人，简直是找死！来人呐，把这不知死活的东西给我抓起来，让他也在牢里尝尝18路酷刑的滋味。我看你骨头还硬不硬？哼！现在你清醒了吗？你敢打我！要找死的人是你们！反了，反了！你这个小畜生，敢打我儿子！我跟你拼了！反了你了！你竟然敢动我的人！来人呐，来给我就地正法！欧兰西，你要把谁就地正法？表哥，你可算来了！你再晚来一步，我都要被他打了。表哥，在你的地界是一个乞丐，竟然如此放肆，还看不上秦家的人。一个知府的表亲，连朝廷的衙役都算不上，竟然如此嚣张跋扈，简直无法无天。这天下是皇帝的，没人敢否认。可在这山高皇帝远的临安城，我表兄就是皇帝，我是他表妹，就是皇亲国戚，谁敢不走？很好，秦刚就是这样管教手底下的人吗？你还知道我表兄的名讳？你和他认识？像你这样下贱的人，怎么可能认识我表兄？还想吓唬我？来啊，把他抓起来！是。哎呀，不！别抓我儿子！放开！不要抓爷！放开我儿子！放开！你抓我，你们知道要承担什么样的后果吗？我不但敢抓你，我还能杀了你。在这临安城，谁敢多嘴一句？你们简直无法无天，目无王法！我看等会儿秦刚来了怎么包庇你们。在这里，秦家的人就是天。秦家的人说的话就是法，你们这些刁民敢跟我命，自量力，给我带走！娘，放心，我很快就会回来。你还想回来？进了衙府的大牢，是个神仙都得脱层皮。你们这两个老不死的东西，就等着给他收尸吧！儿子！王八蛋敢打我，我要让他知道得罪我的下场。还有你们两个老东西，等着看好戏吧！呀！他
他不就是个下贱的刁民吗？他父母还不肯搬。住嘴！有眼无珠的东西！临安城知府秦刚参见王爷，下官来迟，还请王爷恕罪呀！这下贱的刁民怎么可能是王爷？王爷的身份也是你能质疑的吗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他怎么可能是王爷？大人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慕言的儿子竟然是王爷，他们家就要飞黄腾达了。我们居然得罪了王爷，完了，全完了！秦知府，你们秦家的人好大的威风！你们秦家下人欺辱百姓，颠倒黑白，为非作歹，无法无天。还有什么是你们秦家人不敢做的吗？王爷，下官管教无方，请王爷恕罪啊！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，表哥！你个小兔崽子，我看你还嚣张，在秦大人面前，看你嚣张到什么时候！你完了，小兔崽子！你敢以下犯上，你全家都完了！大人，这个刁民胆大包天，竟然不把秦家人，不把您放在眼里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这个刁民阻挠修建皇帝行宫，我苦口婆心劝他，他还欺辱殴打下属，要我下跪道歉。这刁民罪不容诛，该千刀万剐。母亲，我早就和你说过了，你承受不了打我的后果。混账！受不了后果的人是你。属下做错什么了？你这个蠢货，犯下了滔天大祸，还不自知？表哥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误会？寇南希，平时是不是太骄纵你了？连他都敢抓，你可知他是谁？这可怎么办呀？这是怎么回事？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快！知府大人，求求你放过我儿子吧！怎么回事？说呀！表小姐抓走了我的儿子，他年轻不懂事，您大人有大量，饶了他吧！大人，我求求你放了我儿子吧！我儿子刚刚到家，我们苦苦找了他整整15年了，你就放过我儿子！你儿子？是不是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，长得高大雄壮，额头上还有一道不显眼的疤痕呢？对，是我婴儿。坏了，快回府！晚一步，我秦家要遭灭门之祸呀！是，大人。老头子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婴儿他刚刚回来，注定咱们一家人不能团聚吧？婴儿，我想起来了，你记不记得婴儿跟蔡府的嫡女玉珍订过娃娃亲？如今蔡府成为临安的4大首富之一，我觉得怎么去求他，他们能救婴儿啊？是啊，两家是有娃娃亲，可那时候蔡家尚未发迹，跟咱是一样的平头百姓。如今人家贵为4大豪门之一，他愿意为我们去得罪知府表亲吗？蔡家虽然瞧不起我们，但是玉珍是个重情重义的好孩子。这些年虽然一直受继母的苛刻，但是一直在暗中接济咱们，还帮助咱们找婴儿。咱们去求他，他们一定会帮助咱们的。玉珍是个好孩子，这么多年一直在等着婴儿。他要是知道婴儿回来了，他一定很高兴的。对呀，咱还等着干什么呀？赶快去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快走！这件事，下官定会给王爷一个交代。你能给我什么交代？她是你的表妹，这是你的幕僚，这些人跟你非亲即故，可是你心腹中的心腹。
请王爷息怒。这2个人贪赃枉法，冒犯了王爷，下官定会严惩，把他们抄家流放，绝不姑息。王爷，不，长兄，是我做错了事，一时心急。我也是为了帮你修建行宫，才一时做错了事儿。看在我们是一家人的份上，你就饶了我吧。婴儿，饶过我们吧，我可是你二叔。是，咱们可是一家人，血浓于水。你虽然是王爷，位高权重，可也不能赶尽杀绝呀，这未免也太狠心了。我狠心？你们现在想起来我们是一家人了？你们刚才对我父母嚣张跋扈，逼他们搬家，强拆我家的时候，你有想过我们是一家人吗？二叔，你还有脸自称是我二叔？你们欺辱我父母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他们是你的大哥大嫂？现在知道我的身份，你倒是全想起来了。还有你，穆武义，你摆弄那些刑具，恐吓我，想要杀我的时候，怎么忘了我是你的堂兄？你们这一家子，皆是欺软怕硬、贪婪势力之辈，得势时怎么忘了家人之情、兄弟之义？为了自己的前途，让家人家破人亡，在所不惜。堂兄，堂兄，求求你，饶了我一命，做牛做马，也没有一句怨言。我早就跟你们说过，你们就算现在跪下来求我，我也不会原谅你们。蔡家，蔡家近年跻身4大豪门之末，蔡家嫡女似乎还和您定有娃娃亲。蔡玉珍，木英哥哥，我们1人1半。分离？分离？小玉珍，你要是跟婴儿哥哥把这个梨给分了，那以后你俩可是要分开的。不要，我不要和木英哥哥分开。哦，那怎么办呢？木英哥哥，你吃。你都给哥哥了，你可就没得吃了。没事，我不爱吃梨。不用分，我们一起吃。这些年，蔡小姐一直在等您，并未再续婚约。偷职请告，皇帝行宫的修建事宜全部交由蔡家，我要让蔡家成为临安4大豪门之首。蔡家真是不同往日啊，也不知道玉珍帮不帮得上忙。李婶、陆伯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正准备去找你们呢。秦知府，这几个人欺辱百姓，强拆百姓居所，为非作歹，全将他们带去充军。遵命。来人，把他们给我关进牢里。大人，大人，饶命！大人。还有你，秦知府，你治下无方，把整个临安城搞得乌烟瘴气，让百姓过不得安定生活。我定会叫人去调查，若是你真的察觉不明，我自然会饶你；但若是你贪赃枉法，包庇下属，我定斩不饶。王爷尽可让人调查，下官一定配合。配合。王爷，都是他们一家让我蒙蔽了双眼，所以才冒犯了你。王爷，我知错了，我真的知错了，我可以为奴为婢，任凭处置。顾兰心，你干什么？你说为什么？还不都是因为你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能得罪王爷吗？从此以后，你我2人1刀2断，再无干系。哼！王爷，都是奴家的错，你就原谅奴家吧。不知羞耻，把他也给我处理了。要是你还敢包庇，也饶不了你。下官不敢。
王爷，还不把他们关进牢里？带我回家，我要去救我爹娘。王爷，您爹娘去了蔡家求助。蔡家？清河，你找我们啥事儿啊？小姐听说穆公子回来了，忙打发我去穆家探个究竟。李婶，穆公子当真回来了吗？清河，你快带我去见你们家小姐，莹儿被抓起来了，怎么就来不及了呀？什么？快跟我走！小姐，玉珍，玉珍，我求求你了，伯母，救救莹儿吧！快起来！这是干什么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莹儿为了救我们，得罪了知府的表妹，被关进了府衙的大牢了。我们夫妻俩没用，无权无势。玉珍，只能是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伯母，英哥他真的回来了，太好了！伯父、伯母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想办法救英哥。清河，快把我柜子上的箱子拿过来。小姐，那是你的嫁妆。多嘴！玉珍，这能行吗？没问题。伯父、伯母，快拿这些东西去打点救人吧。拿着吧。伯母，这些东西难道比得过英哥的命吗？玉珍，拿着吧。玉珍，你真是个重情重义的好孩子呀！伯母，救人要紧，咱们快去吧。走。伯母，我还是未出阁的女子，不方便抛头露面。你们先去救英哥，我在酒楼等你们。好，走吧。走吧。你去把我爹娘接过来，我带他们好好吃顿饭，休整一番再去赛府。是。你就是穆家来的大儿子？是。姑娘是？我是李家大小姐。李家有多少产业？一年有多少进项？或者是为陛下整治天下，哪有什么产业？我名下并无产业，只是为……什么产业都没有？那你是做什么的？之前在军中，一个穷鬼大头兵也好意思出来相亲？姑娘误会。误会什么误会？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穷鬼，哪敢配得上我？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举手之劳，公子不必在意。姑娘，当真不嫌弃我身无分文，愿意与我共结连理？不是我嫌弃公子，而是我已有意中人，今日便是来找他的。姑娘，这是……以公子的见识和气度，他日必能一展宏图，但一分钱难倒英雄汉，希望这锭银子能够帮帮公子，收下吧。伯父伯母怎么还没来？不会出什么意外了吧？我们去看看。小姐，好你个贱人，
联合外人偷盗家中财物。姨娘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姐姐啊，我可都看到了，你把1箱银子给了穆家那2个老东西，好不要脸！你胡说！我小姐，你个贱婢，胆敢管主子的事儿！把这2个贱婢给我拉回祠堂，上家法。是。小姐，放开我！小姐。怎么了？我好像听见玉珍的声音了。玉珍和婴儿都在里面等着我们呢。天底下竟然有那么巧的事，他们都在一间酒楼等我们。说不定呢，他们现在已经见上面了。对，那咱快进去吧。爹娘，婴儿，婴儿，你没事吧？婴儿，娘，我早就跟您说过，我没事的。这是我们刚从蔡府回来，玉珍给了我们1箱银钱，用来打点关系，搭救你。还真是个有情有义的女子。是啊。玉珍长大了，我一定娶你回家。没想到他还留着。爹娘，你们放心，儿子以后一定好好待他。好，这个是你和玉珍当初的定情信物。后来你走丢以后，这蔡家就把这枚戒指给收了回去。但是你送给玉珍的簪子，她一直都戴着呢。她也在这家酒楼呢，咱们快去寻她吧。什么？难道那个女子就是她？她知道你没事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快去吧，我们去见玉珍。走走走。玉珍怎么不在？玉珍，属下带着老爷和老夫人进来，依稀看到一对主仆被人拖上了马车，难道那是蔡小姐？小贱人，你今天再不认罪，我要打死你！夫人，这荆棘棍是确实尖刺，这一鞭子下去，小姐怎么受得了啊？签字认罪，我便饶了你，不然有你受。我没有做过的事，你就是打死我，我也不认。贱人，这个是你自己找死！住手！这是干什么？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大小姐被打成这样？谁给你的胆子，竟敢在家里动用私刑？老爷不是动用私刑，是他把钱给了外人，整整1箱银子给2个贱人。这，爹，我没有。你敢说你没有把钱给外人？爹，那是我娘留给我的嫁妆，我没有动家里的钱。老爷，小姐说的都是真的，她没有拿夫人的钱，都是夫人留给小姐的嫁妆。主子说话哪有你一个贱婢插嘴的份儿？爹，娘生前留了1箱子首饰给我，您是知道的。她攒了一辈子的嫁妆，她死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，她怕她死后我受欺负。爹，你都忘了吗？老爷，你怎么不问他把钱给了谁啊？难道那是蔡小姐？自从玉珍的娘去世以后，这蔡府有个柳姨娘对她是异常苛刻。玉珍给了我们这么多的银钱，不会是柳姨娘发现了，把她给抓了回去吧？如若真的是这样的话，咱们可是害了玉珍呀！爹娘，不必担心，你们在此等候，我现在就去一趟蔡家，我倒要看看是谁敢欺负我夫人。快去！路上小心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
蔡家名门望族，怎么生出你这种不知廉耻、吃里扒外的贱货？姨娘，我没有偷家里的钱。还敢顶嘴？我们可都看见了，你把1箱子的金子都给了穆家那2个老不死的，还把1锭银子给了那个野男人。姐姐，你可真是够不要脸的，居然联合外人来偷我们蔡家的财宝。要是传到外面去了，你是想丢我们的人吗？你胡说！我给穆伯父的钱是我娘留给我的嫁妆，不是家里的钱。是啊，夫人，那些都是小姐自己的钱。这还轮不到你一个贱婢说话。我看你们主婆都一个德行，下贱！听说你那个未婚夫才刚刚回来，就得罪了知府大人，难道你要为了那个废物东西连累我们整个蔡家吗？我们和穆家有世交，且从小就有婚约。如今穆英哥有难，我怎能见死不救？蔡家怎么出了你这个不要脸的贱货？我告诉你，穆家那种穷酸人家，我们蔡家永远不可能跟他结亲。他们想娶我们的女儿，简直就是痴心妄想。蔡家辛苦挣来的钱，你给了那2个老不死的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我没有偷家里1分钱，你们这么污蔑我，我要告诉爹。好，你还拿你爹来压我，做出这种丑事来。你爹要是知道了，根本饶不了你。你联合外人偷盗家中的财物，今天我要给你上家法。姐姐，我劝你还是赶紧认罪吧，免得遭受皮肉之苦。我没罪，我为什么要认？不见棺材不落泪，来人，把证据给我呈上来。放开我！这是你的笔记，你借我的名义支取的银两，现在还来栽赃我！白纸黑字，你还想抵赖？娘，给他上家法！上家法！老爷，你怎么不问他把钱给了谁呀？他把钱给了穆家那2个老不死的。什么？我小姐，你把钱居然给了那2个老不死的！爹，穆英哥他得罪了知府的表亲，我自小就和他有婚约，我不能见死不救啊！穆家那小子回来了。哼，原来蔡小姐也有婚约呀！蔡员外，这怎么回事？我们和穆家早就没有半分关系，婚约的事你休要再提起。那个卖油的凭什么跟我攀亲戚？现在去把钱给我要回来，否则休怪爹无情！爹，穆英哥如今有难，我既和他有婚约，我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就是他用我的名字去账房借了3000两银两，如今账不平，他又想借这个由头栽赃陷害给我。老爷，玉瑶她……就算如此，也好过你把钱交给外人。玉瑶毕竟是我的女儿，拿些钱用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就是，总比把钱给外人的好。吃里扒外，还想跟我女儿比？爹，我们和穆家相识于微末，当年穆家对我们有恩，如今穆家有难，我们怎能袖手旁观呢？住口！那也是10几年前的事情了。我蔡家已是临安4大豪门，他穆家一个卖油的，一介平民，一贫如洗，有什么资格跟我攀亲戚？伯父伯母这些年一直在找穆英哥，就闲置了家业。如今穆英哥回来了，我相信穆家会越来越好的。住口！不知廉耻的女人，她得罪了知府的人，哪还有命在？和穆家扯上关系没有一点好处，你就死了对穆英的心吧。秦县城有意于你，他才是你的如意郎君，爹都是为了你好啊！我不要嫁给他。你爹，我也是你的女儿啊！自从娘死后，你让她做当家主母，我受了多少的委屈！我的吃穿用度，甚至还比不过蔡玉瑶的一个大丫鬟。
就连府上的老妈子都能随意的刁难我，你不闻不问。如今又让我嫁给这个县城，不就是为了攀附权贵吗？你说是为我好，你以为我当真不知道吗？哼，原来就是那个穆家呀！他家的儿子就是个乞丐，他阻碍镇南王修建陛下行宫，被打入大牢，他死定。蔡家真是重情重义呀！为了10几年前的婚姻，竟维护一个乞丐，我一定禀明知府大人，让他重新考虑一下修建行宫的人选。哎呀，县城大人说笑了，我与那穆家早就没有关系，更何况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那是10几年前的娃娃亲，不能当真的啊！可是蔡大小姐她情不愿呐，她嫁给我，我也没意思。大人，她愿意，她肯定愿意，你且听我劝一劝。对。穆家那就是猪圈狗窝，他早就该死绝了。你还上赶着往火坑里跳，要是误了我蔡家的富贵，你信不信我扒了你的狗皮？姐姐，穆家那个儿子才刚刚回来，就犯下了滔天大罪。你要是再不和他断绝关系，连累的可就是我们整个蔡家了。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个蠢女儿啊！一个是和知府有亲的权贵，一个是连锅都揭不开的乞丐，选谁还用我教吗？你们想攀附权贵，你们自己去。既然他这么好，你怎么不把你自己的宝贝女儿嫁给他呀？哼，不知好歹的小贱蹄子！你也知道他不是良配，秦日声仗着自己是县城，横行霸道，欺男霸女。他府上那10几个侍妾，哪一个不是他抢进府的？爹，你还真好意思说是为我好？若真有良配，你早就为你那宝贝女儿谋划了，还轮得到我吗？畜生，我打死你！蔡员外，你这要是打坏了，我怎么洞房花烛？是我先考虑了。大小姐忠贞不渝，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女子。我呸！我死也不会嫁给你的。那么多人想跟我结亲，你还不愿意？你别给脸不要脸！狗官，天道好轮回，你以为你能一直这么无法无天吗？谁能惩罚小爷？谁敢惩罚小爷？你那个心心念念的穆家乞丐吗？他现在已经在大牢里死了吧？我今日就要和你洞房花烛，我现在就要跟你做真正的夫妻。大人，我给你带路。你们放开小姐！不知死活的东西，待会儿再收拾你。走，大人。我要找人叫小姐。蔡府姨娘盗取家中财物，反诬长女，饶有私心，欺辱7大城正，县城7日生，横行霸道，强抢民女，请县令大人为我家小姐做主啊！还有多久到？王爷，快到了。驾！不要，你不要过来！爹，救命啊！爹！小贱人，你喊破喉咙也没用，待会儿小爷让你叫得更大声！爹，你开门！爹，老爷，快来帮忙！开门！爹！你爹更不想你离开，他生怕八爹不让我，怎么会开门呢？大小姐，你就从了我吧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这蔡家大小姐一向温厚和善，蔡家发迹以后，她对乡亲们还是这么亲切。就是，没想到这么好的人，在家里过的是这样的日子。这柳氏母女真是该死，还有她那个狠心的父亲，竟然把她送人去凌辱。蔡雨辰，可有证据啊？大人，我愿意作证。贱婢，你敢胡说，我撕了你的嘴！
刘杜甫母女借我家小姐之名，冒领钱财，又担心账不平，才污蔑我家小姐偷钱的。污蔑不成，动用私刑，企图屈打成招。县城七日生，像是欺人，企图侮辱我家小姐，有衙役大哥为证。要不是我们及时赶到，我家小姐清白不保啊！可有物证啊？有账册。呈上来。大人，这个账册上面是蔡雨瑶冒充我的签名，有字迹，你查验便知。还有一张是蔡雨瑶的字迹，是真是假，一看便知。蔡玉芝，你竟敢阴我！这女子可是未来的镇南王妃呀！大胆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行此龌龊之事！小姐，我去告官了。他们家有钱有势，横行霸道，须知这世上还有王法。放心，咱们县令公正廉明，定会还你们一个公道。拿下！好你个不孝女，竟然把自己父母告上公堂！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种狂妄的子女？小心你遭雷劈！畜生！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不孝的东西？你对我非打即骂，无一丝疼爱，既无生养之恩，也无庇佑之心，我为何要孝敬你？而你，这么多年，任由他们母女欺我辱我，亲手把我送到这个畜生手里，玷污我的清白，你还配做我的父亲吗？这蔡玉珍被如此对待，定不可能是嫡女。大人，蔡玉要私取财物，玷污民女；柳杜甫滥用私刑，企图屈打成招；秦日升侮辱良民，玷我清白。请大人为民女做主。本官最恨欺男霸女、为非作歹之徒，不管任何人，只要犯罪，必定严惩。哼，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用啊，对不对？大人，这可是唯一的物证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恩师，请喝茶。镇南王奉陛下谕旨，回乡修建行宫，特意嘱咐我把工程交由蔡家，你可知是为何呀？学生不知，请恩师明示。原来镇南王是看上了蔡家的小姐，要与蔡家结亲呢。这蔡家在你管辖的地界上，你可得多多关照关照。多谢恩师告知。据下官所知，蔡家有2个女儿，不知道镇南王是看上了哪一个？当然是备受宠爱的嫡女呀，这还用问吗？懂了，多谢恩师指点。本官是不会让好人受到诬陷的。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启禀王爷，属下刚刚打听过了，王妃出大事了，现在人在县衙。他们要是敢动老王的女人，本王就把他们抽筋扒光。你们蔡家在当地颇有名望啊，日后必是前途无量啊！请不要忘记我王某人对你们的帮助啊！哎呀，多谢大人！使不得，别，使不得！哎呦，使不得！只是劳烦蔡小姐在王爷面前多提我美言几句，下官感激不尽啊！感激不尽。爹，娘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肯定是爹的原因呐！我们蔡家承接了行宫建造工程，那日后跟大人必定有接触啊！大人也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捧你的，这也多亏了县城大人推荐吧。小事一桩，蔡员外不必在意。你们官商勾结，官官相护，
不得好死！你还敢嘴硬！你这个胆大包天、忤逆人伦的贱人，我定要让你再也骂不出来！把刑具给我拿上来！本官要拔了你这个贱人的舌头，让你再也骂不出来！哼！王爷，我们到县衙了。大人为何要把蔡玉瑶诬告我家小姐的证据撕掉？哎，你可别乱讲话啊！什么证据啊？这就是一个没用的账册嘛，对不对啊？对。你算什么清殿大老爷？和这群畜生同流合污，包庇罪犯！胆！你一个女子勾结外人偷盗自家财物，不知羞耻，竟敢把自己的父母告上公堂！世间怎能有如此蛇蝎心肠的主妇？大人，我家小姐是冤枉的，我可以作证的。你一个贱婢做伪证，诬告自己的主子！来人，把这个贱婢拉出去杖刑！大人，冤枉了，冤枉！大人，小姐救我！还有你啊，跟丫鬟勾结，诬告自己的父母，为人子女如此心肠歹毒！来人，大刑赐法，以儆效尤！狗官，你明目张胆包庇罪犯，可知这天日昭昭，还有王法在这儿，还有王法吗？狗官，狗官！他跟我提王法啊！在这临安县城，我说的话就是王法，用刑！放开我！我不！无影哥，你在哪儿？真怕是见不到你了。王爷，我们到县衙了。狗官，给这个贱人用刑！放开我！我要把你的舌头生生拔下来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啊，对了，你再也叫不出来了。这就是你维护那两个乞丐和父母作对的下场，和他们沾上关系，自然会倒霉。这个道理你都不懂，活该你受气。秦县城不嫁，竟然想着穆家那个乞丐，真是无可救药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情有义的人总是被辜负，而那些贪婪狡猾之辈却能平步青云？苍天，你何其不公啊！是真的嘴硬啊！把刀给我拿过来！把嘴给我张开！无影哥，今生无语，来世再见。是一阵，快救人！是你，你竟然是沐英哥！我就是沐英，没想到你就是玉珍。
这可真是太好了。太好了，穆英哥，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对不起，是我来晚了。大胆！你们竟敢殴打朝廷命官！你们是谁啊？啊！是你大胆，敢对大人不敬！啊！你们这群大逆不道之辈，竟敢如此欺辱玉珍！该死的人是你们！区区一个县令和员外，我根本不放在眼里。你以为你是皇亲国戚吗？啊！竟敢藐视本官！来人！有什么事冲我来？好啊，好啊，我成全你。蔡小姐，请问你想怎么处置？全凭爹和娘做主。穆家偷拿我家3000两银子，我要他10倍偿还，斩断他的手脚，关进大牢。蔡玉珍诬告我和我女儿，还敢跟大人您对簿公堂，犯下了大不孝之罪。大人，我要他跪下来磕一千个头，否则拉出去游街，斩首示众。你还是个人吗？这么多年，我在家本本分分，而你们俩故意刁难苛责我，我没有一句怨言。而如今，你们却说我偷盗钱财，还为了攀附权贵，让这样的东西玷污我，你们不得好死！贱人，你竟敢骂我！现叶佩不玉珍，居然敢打我母亲，你找死啊！你敢打王妃呀你！你等着诛九族吧你！玉珍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欺负你的人付出代价。你就是穆家走丢10几年的儿子穆英吧？穆家找了10几年的儿子，就是这么个东西，真是活该。姐姐，你心心念念了10几年的人，就是一个乞丐，现在你满意了吗？乞丐没死在知府大牢，已经算你走狗屎运，还敢来这儿踩？哼，小爷不得给你点颜色瞧瞧？哦，就是一个贱民呐！啊，竟敢来本老爷的府衙放肆，你罪该万死！你们的罪行我皆已清楚，一个都跑不了。还有你，区区一个县令，公然颠倒黑白，欺辱良民，心中还有王法吗？区区一个贱民，跟我谈王法？平民见官得跪，这就是王法！一个贱民在本官的县衙放肆，还不给我跪下！让我跪，你也配？哼！见官不跪是举人才有的特权，你莫非也有功名在身？大人，他就是卖油郎的儿子，怎么会有功名？您千万别给这个乞丐骗了！你这个刁民呐！你跟蔡玉珍狼狈为奸，一丘之貉，来人给我拿下！有什么事冲我来。穆英哥，他们官官相护，你斗不过他们的，快走吧。玉珍，你对我情深意重，我怎会负你？你放心，区区一个县令和员外，我根本不放在眼里。你敢打王妃？你等着诛九族吧你！王妃？对，你们还不知道吗？镇南王要娶咱们蔡家的嫡女为妻啊！蔡家嫡女啊，对，那不就是我吗？爹娘，镇南王要娶我，我要成镇南王妃了，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儿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我之前拜访过秦知府，把咱们蔡家的传家之宝送给了秦知府。哎呀，这次镇南王下达知府府上，一定是师傅向镇南王推荐的啊！咱们的女儿长得花容月貌，品性贤良，这临安城谁比得了？就是嘛，怪不得镇南王要把修建行宫的工程交给蔡家，原来是他提前给的聘礼呀！恭喜啊，蔡员外，日后可要多多关照节目。那好说好说啊！这里是有王妃，但不是她。王妃不是蔡玉瑶小姐，难道是你身边这个贱人吗？啊，对，就是玉珍。
啊！你莫不是失心疯了吧？她要是王妃，莫不成你还是镇南王啊？你们一个贱人，一个刁民，倒真是天生一对。大人，赶快把他们拿下，让他们碎尸万段。哎，遵王妃令，来人，把他们拿下！舔。大人喝酒。师傅大人，王妃的县衙被人打了。哎呦！什么？你先速速赶往县衙，我随后就来，务必保护好王妃。是。何人胆大包天，竟敢殴打王妃？通判大人，这位就是镇南王妃啊！王妃果然气质不凡，真是天上仙女下凡呐！哎，来人，赶紧准备一些茶点糕点，带王妃和蔡家诸位贵人去后院休息。本官要严审犯人，可是要见血的，免得污了诸位贵人的眼睛。有劳大人了，可得让这些刁民长长记性，贵人是惹不起的。走。大人，就是他们惹了王妃，这个护卫首领还打了王妃。护卫首领，官职可低于我。现在跪下道歉，我还能在王妃面前替你美言几句。他是何人？他的武为何如此之高？我乃王府护卫，这位是你们动不得的大人物。王府护卫？怎么听一个乞丐的？莫不成这乞丐是护卫首领？木英哥，你居然是王府护卫首领，我就知道你不是泛泛之辈。咱们是不是惹了不该惹的人啊？护卫首领又怎样？我可是镇南王妃，你胆敢违抗我的命令，我就叫我夫君把你赶出王府。我现在命令你，把这个贱人给我杀掉。你也配命令我？你算什么东西？好你个护卫首领啊，竟敢不听王妃的号令，以为没人治得了你吗？啊！等我恩师来了，定能将你定罪下狱。我倒要看看你说的恩师是谁。哼，我恩师就是镇南王身边的红人秦刚，秦知府。他的官职比你大，又得王爷的器重，定会将你革职查办。木英哥，你快走吧，我不想你因为我影响了前程。放心吧，区区一个知府秦刚，我还不放在眼里。你死到临头了还敢猖狂！等我恩师来了，定能取你项上人头。我倒要看看他敢不敢！即刻让秦刚滚出来！叫我跪！你这奴才，10条狗命都不够你死。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！来人，给我把他腿打断！我看你跪还是不跪？大人，这件事与木英哥无关，我替他跪，我跪。惹怒了王妃，你以为你活得了？还敢替别人求情？大人，这个混蛋就是为了这个贱人打了王妃，一切的根源都在这个贱人身上，一定要好好严惩一番。他说的对啊，这女人还有几分尊色。你不是想替她求情吗？那就过来陪我解救。天天跪在地上伺候，让我上上天再说。你要是再敢动他一根手指头，我要你死无全尸！大胆，还敢威胁大人！哎，大人，不如让这个女人登堂脱衣，受尽凌辱，以惩她冒犯了王妃之罪啊！告诉我，我不仅要碰她，我还要让这里所有人都上她，然后再把她卖到军营当军妓，你能奈我何？真是多谢大人，让我们也沾光了。秦刚，你可愧对于你的官职。哎呀，恩师，就是他敢辱骂您的，您可是云端上的人物呀！这个混蛋简直该死！大人，此人目无王法，无法无天，请大人将此人立即就地正法。大人，木英哥都是为了帮我，他无意冒犯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就原谅他吧。你个女人，你以为你还跑得掉吗？还敢替别人求情？大人，我现在就让这帮人就地正法！来人，动手！让我来！
不长眼的东西！哎呀，大人，你打我们干什么呀？知道你们惹了谁？参见镇南王！我看你是活腻了，敢打通判大人，你不想活了？竟敢替我命根子！来人，给我把他就地正法！木英哥，谁敢动手？哎呦，哎呀，恩师啊，您终于来了呀！知府大人，我怎能不来？王妃在我的管辖范围内被人打，要是王爷怪罪下来，10个我都担待不起。都是学生的疏忽，竟让一个刁民冒犯了王妃。幸好您来了，我倒要看看是哪个不要命的，敢在这里撒野！那就是那个找死的东西，就是他。表叔，你可一定要好好惩治那个混蛋！好大的胆子！本官定要将冒犯王妃的狂徒扒皮抽筋！秦刚，他就是镇南王。王，参见镇南王！你们这群蠢货也不想想，我这个王府护卫保护的不是镇南王，还会是谁？木英哥，你竟然是镇南王！参见王爷，王爷千岁！参见王爷。徐真，你是我夫人，不用行此大礼。你们明知道本王与蔡家有亲，就去巴结蔡家那个歹毒蛮横的小姐和尖酸刻薄的蔡夫人，殊不知被他们欺凌的玉珍才是本王心心念念的夫人。没想到蔡家大小姐是王妃，这下她的好日子来了。这才是好人有好报。你作为一个县丞，竟如此横行霸道，强抢民女，欺辱良善，罪不可恕。王爷，下官不知道她才是王妃，若是知道，怎敢冒犯王妃？王爷，求您饶了我吧！来人，把他阉了，打入大牢。是。木英哥，你真的是镇南王？这好像做梦一样。这不是梦，15年前，我和母亲遭遇山匪走散，是当今圣上收我为义子，我屡立战功，蒙陛下恩赐，封我为镇南王。可是木英哥，如今你贵为镇南王，我乃一介民女，岂能与你般配？玉珍，你不要这样说。这些年你一直接济我的父母，还坚守誓言等我，真是辛苦你了。无论我是什么身份，你都是我的未婚妻，本王一定会风风光光的娶你过门，让那些人知道你没等错人。玉珍，你还记得这个吗？这是从哪儿来的？这是你送给我父母的首饰盒里我找到的。玉珍，长大了我一定娶你回家。如今，我终于可以实现那些承诺了。你官商勾结，还屈打成招，草菅人命，你枉为父母官！王爷啊，王爷饶命啊！王爷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把你的脏手给我拿开！饶了我吧，王爷！哎呀，饶了你，你还能保住这条贱命不成？来人，把他给我发配到边疆，带走！王爷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王爷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王爷！王爷，小人有眼无珠，冲撞了贵人，小人该死！你以为这样我就会放过你了吗？知府大人，求求你了，看在小人伺候你这么多年的份上，给我说句好话呀，帮小人求个情啊！不知死活的东西！我让你来保护王妃，你却带头欺辱王妃，死不足惜！你身为通判，知法犯法，在公堂之上进行如此淫秽之事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。来人，将此人就地正法！王爷饶命啊！王爷饶命啊！王爷！玉珍，你的丫鬟我已经找人安顿好了，还给了她1万两黄金。你放心，
欺负你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他是王爷？怎么可能？他是镇南王。他要是王爷，那他才是王妃。不可能，我的女儿才是王妃。他这个贱人怎么配得上王爷？敢对王妃不敬，找死！真的是镇南王！王爷饶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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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的死活交给玉珍决定吧。玉珍呐，我们可是一家人呐！玉珍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难免磕磕碰碰的，这些都是误会。玉珍，你放过我们吧！一家人，这么多年，你们到底是怎么对我的？你们自己心里清楚。玉珍，你饶过姨娘吧，姨娘糊涂，姨娘给你磕头了。这一切都跟我没关系，都是我娘指使我的。蔡玉瑶，你个没良心的！这通判的人头啊！通判怎么被杀头了？尔等猜猜看。好你个杀千刀的，你怎么还没死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你谋杀的通判。知府大人，就是这小畜生，先前侮辱您，又殴打王妃，把他就地处决吧。你刚才要我怎么对这位就地处决？杀了他太便宜了，应该凌迟。秦刚，你敢打我？你们蔡家就是一群蝼蚁，打了又如何？我女儿可是镇南王妃，你可知道得罪我们是什么下场？我们以前是商家，敬着你，可如今我贵为镇南王的岳丈，我劝你不要不识好歹。你现在就把这个贱人和这个乞丐给我抓起来！我可以不计较你的无礼，否则我女儿把你的罪行告诉了镇南王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我夫君要是知道你敢打我，一定饶不了你。果然是一群井底之蛙，竟敢对此等大人物不敬，真是罪该万死。大人物，他就是一个卖油郎的儿子，一个废物而已。王爷，这几人该如何处置？请王爷定夺。他是王爷。恭喜王爷王妃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实在是可喜可贺呀！谢王妃，蔡家那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，下官前去处理。我以后可是王妃了，爹娘，你们以后可要敬着我一点。要不是我，蔡家哪有这破天的富贵？以后啊，咱们可是皇亲国戚了，什么临安四大豪门，咱们都不必放在眼里。就是，平日其他三家根本看不起我们，从今以后，他们就要看我的脸色了啊！还是我的女儿争气，不像蔡雨珍那个蠢东西，为了一个乞丐，小命都搭进去了。我的好女儿，等你成了王妃，可得给娘讨一个诰命夫人的封号。给爹也讨一个官职啊！小事一桩，我现在可已经是王妃了。知府大人别来无恙哦！知府大人可是王爷面前的红人呐，刚才外面叫嚣犯事的人对你大不敬，应该已经严惩了吧？犯事的人已经人头落地了。这都跟我没关系，都是我娘指使我的。蔡玉瑶，你有没有良心？本来就是，这一切都是你的主意，是你诬陷姐姐偷钱。我什么都没做，姐姐，我什么都没做，都是她的主意。什么都没做？要不是你以玉珍的名义冒领了家里的钱财，我怎么会如此大费周章？
都是你这个罪魁祸首！都是你的错，都是你的错！够了！你们母女俩，我一个也不会放过。玉珍呐，我可是你亲爹呀！你怎么这么狠心，连亲爹都不放过呀？亲爹，柳氏母女污蔑我滥用私刑的时候，你还记得你是我亲爹吗？你把我亲手送到秦日升手上玷污我的时候，你还记得你是我亲爹吗？哎呀，玉珍呐，爹知道错了，爹发誓，从今往后只疼你一个人，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了。爹一定会好好的爱你。以前我得不到的，现在我也不想要了。蔡玉珍，你大逆不道！你要治你亲爹的罪。你既不爱护我，我又何必孝敬你？你要治我的罪，整个临安城的人都会戳你的脊梁骨啊！你贵为王妃又如何？自古以来，子女告父母已是不孝大罪。今日你仗着王爷的权势，要治你亲爹的罪，要把我送入大牢。古往今来，有你这样背逆人伦、不忠不孝的东西吗？别人当着你的面不敢说你，可在你背后必定有千万人唾骂你，子孙后代不得好死，一定会留下千古骂名的你。你还要治我的罪吗？天理昭彰，善恶有报，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。身为人夫，你教唆妻妾颠倒黑白；身为人夫，你残害长女，你才是那大奸大恶、受万人唾弃的东西。来人！蔡玉瑶盗窃财物，蛮横奸猾，斩掉其手。柳杜甫颠倒黑白，残害妻女，四面下狱。还有蔡有余无情无义，丢钻无礼，扒掉他的衣服，游行3天，再送到边疆。是。王爷饶命！王爷饶命啊！饶命啊！王爷！王爷饶命啊！王爷饶命！王爷饶命！王爷饶命啊！秦知府在。传我命令，将他们的所作所为桩桩件件全部写到县志里。我要让后人看看，什么才是背逆人伦、大奸大恶之人。遵命。以后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。玉珍，玉珍呐，你没事吧？伯母，我没事。哎呀，叫什么伯母啊？以后咱就是一家人了。对，一家人呐。是啊，咱们一家人终于能聚在一起了。大喜的日子，你哭什么呀？好日子要来了。好日子。王爷，此人自称是李家的下人，来见老夫人的。大小姐，3日后就是老爷7世大寿，得知您找回公子，要您一起回家祝寿。好，劳烦你回去告诉我父亲，就说3日后啊，我必定带着家人赶过去。是。莹儿啊，你外公外婆有许多年没有见到你了，他们见到你一定会很高兴的。娘，我从来没见过外公外婆，小时候也没带我去我外公家，这是为什么？当初啊，我跟你娘的婚事，你外公极力反对，你娘执意要嫁给我，自此两家生分了。那当初外公为何反对你们的婚事啊？你外公颇有家资，你爹我就是个卖油郎，怎么会得到你外公的青睐？而且2个姨妈，一个嫁了富商，一个嫁给了县里的主簿，怎么看得上我啊？哎呀，行了，老头子，这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。如今银儿已成为镇南王了，功成名就了呀，咱们终于能大大方方的回去了。爹娘，你们放心，我这次去一定准备好厚礼，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好啊。
娘，王爷知道外公好酒，就特意准备了天下第一名酒——宫廷玉液酒。这酒啊，陛下就给了10位开国功勋，特别珍贵。外公啊，一定会喜欢的。好，好，好。哎，那婴儿呢？陛下的王宫修缮出了问题，王爷去处理了。爹娘，你们俩先去，等王爷处理好了，我们随后便到。好，好，好。好，那我们先去。走。前面也没多远了，要不咱走走吧？行。哎，这盒子有点太沉了，咱们不带了。行。走吧。恭喜恭喜啊！里面请。恭喜恭喜！哎，请，同喜。哎呦，你看，哎呀，我嫁给县城首富的大女儿，她夫君回来了。父亲，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好啊！岳父大人，这是我们孝敬您的名酒——九曲黄河。哎呦，哎呀，好，好啊！快进去啊！恭喜老爷，贺喜！哎呦，同喜！父亲，祝您长命百岁，万事如意。哎呦，岳丈，这是我特意派人从酿酒名家定制的清江佳酿。哎呦，好啊！二女婿，你有心了，快进去吧，你大姐大姐夫啊都在等着你们呢，哈，快去吧！了不起啊，老李！你这两女儿可真是嫁了个好人家，非富即贵，你可享福了。那是当然，这可是我找的人家，能有错吗？哎，老李，那不是你三女儿和女婿吗？想来这得有数十年没见了吧？丢人现眼的东西，他们怎么也来了？都怪下官无能，耽搁了王爷王妃去祝寿。无妨，我们现在去也不迟。是。母亲多年未曾回去，外公外婆应该想她了。我们也回去吧。都怪我没出息，害得你被娘家看不起。他们趋炎附势，捧高踩低，哪有一家人的样子？母亲，三娘，这是你二姐中秋节带来的，一会儿给你父亲送去，就说是你带的。母亲，我带了酒。三娘，你听我说，你父亲向来好面子。这个我知道。你把这酒给他带去，他在人前面子上也过得去，就不会再给你们脸色看了。拿着。娘，哎呦，娘，这寿礼是你大外甥特意准备的，不会太差的，就留着自己喝吧。啊，放心吧。是啊，岳母，您别担心。母亲，我知道您从小就偏心，可您也不能拿我送的酒去给他做人情吧？你说什么呀？难道不是吗？这不是我和我夫君在中秋节时拿回来的吗？小点声！怎么还怕人说吗？我不是针对你母亲，我就是看不惯他，要么10几年不回来，
一回来连礼物都不舍得买。做什么呢？爹，父亲，这不是你上次中秋拿的酒吗？又翻出来干什么呀？小妹空手回来，脸上挂不住，所以就拿我和你女婿送的酒来撑场面。李三娘，人呢？让他给我滚出来！来了，父亲，找我什么事？看看你做的好事啊！竟然拿你二姐的酒做你的寿礼，你还要不要脸呢？我没有，父亲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怪我。哎呀，母亲，我说过，我送的酒不会差的。你这个不孝女，你想气死我呀！爹，娘，你终于回来了！你这15年去哪儿了呀？整整15年，娘找的你好苦啊！我的儿子回来了，让你好好看看你。我儿子回来了，儿子回来了。爹，娘，儿子回来了。爹，娘，我全都想起来了。儿子离家15载，因为受伤，所以记忆有损，这才没去找你们。你们找了我这么多年，受尽苦难，是儿子不孝，是儿子不孝。莹儿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爹，娘，你们放心，儿子以后一定会让你们享福。终于团聚了。刘七，我婴儿回来了，我们一家人团聚了。大哥，这个废物儿子回来有什么可高兴的？你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，不是个没天没地的长工，就是个乞丐，还让你们享福。就这么个乞丐，他养活自己都成问题。就是，废物！你刚好回来，赶紧让你的蠢货爹娘拿上银子，交出房契，出去！你们别不识好歹，这可是王爷亲自让知府大人办的事儿，我儿奉命办差，你们要是敢违逆，全家都得掉脑袋。说什么？大姐，你笑什么呢？小妹不是给父亲送了一瓶破烂酒吗？伤了父亲的颜面，父亲这才大发雷霆。母亲竟然拿了你中秋带过来的酒送给小妹，还让小妹给父亲说是自己买的，撑场面。凭什么拿我的酒给他撑面子？我现在去找他，把酒拿回来。哎，你别去，小妹没要，没要。为什么？人家说他的酒是他的儿子精心准备的，可比你的酒好多了。我早就已经打听过了，他那个刚刚找回来的儿子就是个乞丐，能准备什么好酒？就是嘛，我看他呀是买不到好盒子装酒，又怕别人发现那是个垃圾，就用包裹包着，这样才好随意胡诌嘛。他想要湖州，我偏要拆穿他。你有什么好办法？我夫君得了一件宝贝夜光杯，将酒倒入其中会呈现金色，酒越是好，颜色越深。哦，居然有这么好的宝贝！我这就去和我夫君说，让他把宝贝拿过来。
这酒不错呀，不错不错啊！拿一些东西。你回家里把我那件夜光杯拿过来。是，大人。我已经让人去把夜光杯拿过来了，看他还怎么吹牛。你说咱们这个小妹10几年没见了，什么都没学会，就学会了吹牛。哼哼，就是要让她出丑，治治她的臭毛病。这个是我小女儿三娘送的，敬上。哎，慢着。来坐坐坐。大姐二姐，坐坐坐。啊。老爷，夜光杯拿来了。三娘坐。你们不配坐在这儿。我不配。吵什么吵？去厨房帮忙去。同样是女儿，她们可以坐这里，我就不能坐呢。小妹，为什么不让你坐在这儿？你心里还没点数吗？我还真不知道。好，既然你不怕戳破，那我也不用给你留脸。今天可以坐在这个主桌上的，那都是非富即贵的大人物。大姐夫君那是本县首富，那我夫君那更是在本县地位仅次于知县的主仆。在这桌坐的可都是非富即贵的人物，你们为什么非要往这儿挤呢？哼！好，我们可以不坐这儿，但是我儿子是第一次来这儿，必须得坐这儿。这里是有空位置，但是是给有本事的人坐的。就你们送的那些垃圾，还好意思坐？哼！丢人现眼的玩意儿！父亲，是不是谁送的寿礼越贵重，才有资格做主桌呢？哼！做主桌就凭你送的垃圾？我送的不是垃圾，我送的真正的好酒呀，父亲！哼！小妹还装呢？那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啊？好。那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赌什么？如果你送的是垃圾货的话，你就跪下磕3个响头，给父亲和我赔罪，你敢吗？好。他还真敢。三娘，别意气用事。娘，我心里有数，不用担心。哼，死到临头了，还这么嘴硬。要是说我送的酒比你们所有的寿礼都要贵重，你们怎么说？要是你送的是真货，那我跪下来给你磕3个响头。对，我也一样。这是我最近得的一个宝贝——夜光杯。哎，这是什么宝物？它能鉴别好酒，好酒倒进去呢，它会变成淡淡的金黄色。哦，酒越好呢，颜色越深。若是遇到天下第一等的美酒，它会变得如金叶一般。竟然有这么神奇的宝贝！各位请看，这是我从县里酒坊打的老白干，10文钱1两。这酒呢，只是乡野农夫喝的，不值一提，所以呢，它根本没有变色。这是我打的10两银子1两的江南春酒，酒且尚且入口，所以呢，它变成了淡淡的金黄色。哇塞，这个好神奇啊！果然如此啊！啊！来人，把礼物搬上来。父亲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，父亲？都说家丑不外扬，当着这些人的面，我本来不想说你什么，可是你
你一直在跟我较劲。小妹呀，都到这个地步了，难道你还看不出来是什么情况吗？好啊，大姐，我倒想听听，我到底犯了哪门子天条啊我！小妹，咱们可是一家人，本来我不想跟你计较，可你非要闹，那就别怪我不给你留脸面了。好，你说，我下公听。大家可都知道，李家本来就没什么家底。前2年你儿子走失了，你找了他10几年，前2天才刚找到，这日子想必过得也不怎么容易吧？对，是不容易。穷啊，就不要虚伪，不要装有钱人。说什么你的酒有多贵，值了多少钱，真的是不要脸。我没有。大姐，二姐，我们没有说谎。你们10几年没回来，我也不怪你们。今天是我70大寿，也不差你们夫妻俩和那个废物儿子忌口吃的。父亲，言儿他……行了，你不买东西，我不怪你，可你不该拿那破烂冒充好酒。就是，那个破烂要是喝出了什么问题，担得起这个责吗？父亲，那不是什么破烂呀，那是你外孙给你准备的佳酿，千金难买呀，父亲。千金难买，那你正好当着大家的面说一说，花了多少钱买的？花了多少钱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价值连城。小妹还装呢，能不能别这么虚伪？装啊，多少用点心思嘛。就这也太拙劣了吧！嗨，那酒外面有一个很沉的盒子，我们家莫安他腿脚不太方便，所以就没有带呀。是，父亲，都怪我。行了，你给我滚！你现在就滚！啊！我就当没养你这个女儿。父亲，父亲，父亲，我们大老远的回来，准备的寿礼。这破车，这么破这么旧，也敢拿出来送礼？依我看，他不是买的什么便宜货，而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。叶三娘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明知道父亲好酒，你还送这种东西，你是想把父亲的寿礼变成丧礼吗？对，是想害死父亲吗？谋害血亲可是死罪，要扒皮抽筋，进猪笼的。这可就不是下跪道歉就能了的事儿了。我告诉你们，这酒如果是假的，生死任由你们处置，你还真不怕死啊！话说回来了，这酒如若是真的，你们也得扒皮抽筋，进猪笼。够了！你干什么，父亲？丢人现眼的东西！你回来就是要我的命吗？父亲，你怎么还是不相信我呢？我相信你，我还不如相信路边的一条狗呢。岳父大人，你这说是什么话呀你？你们2个喂不熟的白眼狼，我早就知道你们对我不满，没想到如此歹毒。够了！行，你们都给我滚！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女儿。哎呀，你们不想让我比了？难道是怕了吗？让他比，既然他想死，就让他死得痛快点。行，你想死，没人拦得住你。好，好啊！今天我就让你们知道，我儿子精心为他外公准备的寿礼，到底配不配？啊，废话！这哎呀，这叫金光璀璨，难不成小女儿送的酒才是最好的？这金光照的人眼睛都快睁不开了，这酒该有多名贵呀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没事。父亲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
以前从没发生过这种事儿啊！我这夜光杯虽然能鉴别天下美酒，但是有一种顶级名酒却除外。此酒啊，那就是天下第一名酒，就是宫廷御夜酒。宫廷御夜酒，宫廷御夜酒乃是陛下赏赐给开国功臣的酒啊！只有跟随陛下征讨天下、功勋卓著的人，才有资格得。陛下只赏赐了10人。那这酒值多少钱呀？最少也值万金。万金？这是无价之宝，多少皇亲国戚、达官贵人想尝一杯，都不可得。这小女儿送的酒竟然如此名贵。母亲，我早就说过，我准备的寿礼不会太差的，对吧？不差不差，一点不差。好酒，这哪是不差，这简直就是吓人呐！对呀，这皇亲国戚都不能喝到的酒，这一口啊，起码1万两黄金。看来这李家的小女儿真是发达了，太有孝心了。老李啊，你是真有福气啊！我可真是太羡慕你了。三娘，我的宝贝三娘啊，我那个宝贝外孙给我的寿礼，那可是天下第一名酒啊！老李啊，你可要收藏好，这是可以当传家宝的酒。有了这杯酒，不管是知府还是知县，就算是巡抚也要礼敬你3分。三娘，快给我，给我吧！小妹，你还有什么意见吗？我没有意见啊。谁先来？我先来。哼，各位都知道，我父亲好酒。哼，因此，我和夫君给父亲准备的是九曲黄河。九曲黄河啊！各位请看，这九曲黄河可是闻名天下的好酒，这一杯酒值100斤。老李，你好福气啊！来，父亲，李长客气了，这酒啊，咱们一起饮。哎，不，这么贵的酒，得等个大日子。这才哪到哪儿啊？看我的！我送的也是酒，这可是出自杜康家的清江佳酿。清江佳酿，这清江佳酿是什么酒啊？不知道，但别看这盒子其貌不扬，实则沉香木打造的。就这一个盒子，能换个3进3出的宅子。这酒能简单吗？什么？哇，这好酒啊！这简直就是金液！这酒到底珍贵到什么程度啊？这正是出自酒仙杜康家的清江佳酿。周主播，你这也太过气了。孝敬老人是应该的。你们都是好样的，不像这个废物女儿，回来就叫我生气。行了。诸位，这就是我儿子精心为他外公准备的圣礼。真是天下第一名酒啊！就连巡抚将军都喝不到啊！三娘，你可真是发达了，这么名贵的酒，说送就送。这个呀，都是我儿子沐英准备的。你儿子不是刚找回来，听说是个乞丐，这么名贵的酒都能送得起？他才不是什么乞丐呢。大姐、二姐，愿赌服输呀！你们还记得刚刚打的什么赌吗？三娘送的酒竟如此名贵，明显超过了大娘和二娘送的。
那他们岂不是要给三娘磕头认错？对呀，小妹，我刚才不是那个意思，都怪我嘴太臭了。所以你是不想磕头了吗？咱们都是一家人，磕什么头啊？道歉就行了吧？如果是我输了呢？你会免了吗？还啰嗦什么？赶紧道歉，别耽误我的生日宴呢！等等，你儿子刚刚才找回来，我早就找人打听过了，他就是个身无分文的乞丐，对，怎么可能送得起那么贵的酒？我都说过了，他才不是什么乞丐呢。我儿子身份尊贵，再贵重的礼物都送得起。小妹，你也太能胡扯和吹牛了吧？你总不会想说镇南王是你儿子吧？事实都已经摆在面前了呀！我送的酒比你们所有的人送的礼物都要珍贵，你们难道想要反悔吗？那敢问李小姐是何家世？说出来呀，怕吓死你。我李家可是这条街上最有钱的商户。一个臭当兵的敢嘲笑我！李小姐，如我等平定天下，舍生忘死，你现在恐怕不能坐在这里，你们李家也不能安心做生意吧？平定天下，你什么东西这么敢说？平定天下那是像镇南王一样的大人物做的，跟你这种穷人有半毛钱关系吗？如果没有一个个士兵，镇南王就算再英勇，他一个人如何平定天下？如今的天下太平，就是一个个士兵用命换来的。他们虽然平凡，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。公子说得好，这位公子见识不凡，虽暂时困顿，岂不知龙游浅水，定有遨游四海之日。我呸！嫁给这种乞丐，只会毁了自己的前程，一辈子受苦。前程不是靠身份堆砌的，而是靠人品和德性。这位公子虽然衣着简陋，但他谈吐不凡，举止有礼，未必不是良配。你说的好听，嫁给这种废物，连吃饭都成问题，还良配呢？给你，你要不要？公子，小门小户的人，见识短，眼光浅，配不上公子。公子不要在意。我家呢是临安城4大豪门之一，愿与公子结一良缘，还望公子不要嫌弃。什么？你是4大豪门家的小姐？姑娘说的是。刚才多谢姑娘解围，敢问姑娘芳名？什么事实？这酒倒入夜光杯成什么颜色，大家都没看到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还有一种情况，这是一瓶低劣的假酒，被夜光杯所排斥，所以才会爆裂。你刚才怎么不说呀？这娘子莫生气，我刚才是想着亲生女儿给父亲送酒，再怎么样也不会拿这种假酒来坑人，所以才没想到这一层面。怎么不可能？别人干不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事儿。哼，我相信小妹你啊做得出来。你就是我们这位小妹自私自利，毫无人性。我怎么就自私自利了呢？你说，你还敢反驳？当初你执意要嫁给那个卖油郎，闹得满城风雨，你一走了之了，我们全家人被全县的人指指点点的，爹娘气得生了大病。你这不是自私自利是什么？他聘礼都拿不出个像样的，害得我和大姐本来都定好的婚事，就因为这档子事儿都黄了。当初莫安砸锅卖铁凑足了聘礼，可是你们又印了别的钱，这个你们怎么不说呢？够了，别说了。父亲，没钱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拿了假酒来骗我，你是要害死我，想害死全家吗？这不是假酒，这是真的呀，父亲。岳父，我们没有骗你啊！你们还嘴硬，给我滚滚！没想到李家的小女儿这么恶毒。就是，就算当初老李阻了他的婚事，他也不能这样啊！慢着，这酒能让我看看。哎呀，李长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我看这酒有点眼熟，想仔细看看。老李，
李长可是有名的品酒师，请过的好酒无数，你还是让他品鉴一下吧。对呀，这酒是好是坏，让李长尝一口就知道了。好，李长，这破烂酒瓶有什么好看的呀？你们有所不知，这宫廷玉液酒乃前朝酿酒名家所制，前朝皇帝埋在地下20年，不舍得喝。当今陛下推翻前朝暴政，从地下挖出这酒，赐给10个功勋最大的功臣。因此，此酒虽珍贵无比，酒瓶却不甚起眼啊。那这真是宫廷玉液酒？是，这个烂酒瓶哪没有啊？就凭这个烂酒瓶，就说这是真的？那倒也是，是真是假，还得让李长尝了才知道。尝。哦，李长，喝死人了！李长竟然被酒毒死了，这果然是毒酒。这李三娘好狠的心呐！李三娘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果然就是对爹怀恨在心，蓄意报复。我没有，你真是连畜生都不如！快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抓起来，送去官府！李长，你没死啊？死？我怎么会死？那你刚才咋不说话，流眼泪了呢？我是激动啊！我活了这么多年，品酒无数，直到今天才品到这么好的酒。什么九曲黄河，什么清江佳酿，全都是屁！把他给我绑紧紧，把门给我看好了。本姑娘要好好收拾收拾。这把匕首，只要轻轻在你脸上这么一划，就割下一块肉。待割360刀之后，人才会死。这东西落在你身上，你会不会叫？木英，你不是很狂吗？继续狂啊！小爷我看看你能怎么狂。这就是你打我的代价。打你是因为你该打，我倒要看看你能让我付出什么样的代价。还嘴硬，看来你是不知道我们在这临安城是什么样的存在。哼，我表兄就是天，在这天底下就有我和我夫君。你完了，你们一家会因为你的无知而付出代价。你错了，高兰心，要完蛋的人是你们，还有你们。就算你们现在跪下来道歉，我也不会再原谅你们。你们才要为自己的无知付出代价。我们向你下跪道歉，你真是愚蠢至极，不可理喻。木英啊，你现在是不清楚自己的处境吗？看在我们是一家人的份上，我就给你一个痛快。谁敢动我母亲？动我母亲，找死！母亲，父亲，你们没事吧？婴儿，你回来了，娘没事儿。母亲，你的脸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李三娘，他就是你那个废物儿子。你是谁？我是你外公。你就是我外公？对，他就是你外公。李三娘啊，李三娘，真上了那句话了啊！有什么样的娘，就有什么样的儿子。你是个废物，他也是个废物。闭嘴！不管你是不是我外公，再敢骂我母亲一句，我就要你的命！哼，你要干什么啊？外孙打外公，天地不容！哼，李三娘，你看看你生的什么废物，竟然连外公都敢打，简直无法无天！你这个畜生就应该关进府衙打死！拿下！我看谁敢！贱人，你认不认罪？
不是我做的，我为什么要认？你不认，我打到你认为止。小贱人，骨头还挺硬的，再不认罪，我可就不留情了。明明是蔡玉瑶偷了家里做生意的钱，现在账不平，你却要栽赃陷害给我。我一定要告诉爹，让爹看清楚你们母女俩的嘴脸。哼，事到临头还给我嘴硬，来人，给我往死里打！是。愣着干什么？忤逆主母，你们也想受家法是吗？恭喜恭喜！秦知府吩咐，陛下修建行宫事宜全权交由蔡家负责。若能接下这个工程，蔡府日后定能成为顶级侯门。县丞，此言当真？自然。我远房表叔便是秦刚秦知府，这是镇南王亲自交代的。哎呀，这是大喜事啊！可这天大的喜事，怎么会落到我蔡家呢？员外做人做事向来妥帖周到，我时常向我表叔提起，应该是他推荐的。原来如此，多谢县丞替我向大人举荐，如此大恩，我该怎么报答呢？听说你有个女儿叫玉珍，长得是花容月貌，小爷我看上，今天就是来应审的。这，员外不好了，大小姐被朱木抓到祠堂镇受刑呢。啊？什么？他们怎么也来了？父亲，父亲，今日是您70大寿，我们特意回来给您祝寿来了。10几年没回来，你们这眼里还有我这个爹吗？行了，不是，咋就你们2个呀？不是说你们的儿子找到了吗？父亲，您外孙现在还有点事情，一会儿过来。就一个无所事事的无赖，他能有什么事情忙啊？啊！这李家大女儿、二女儿都如此风光，怎么3女儿却如此落魄？2人连个马车都没有，就连寿礼都用个破包袱装，真是丢人啊！行了行了，别在这杵着了，你们不嫌丢人，我都嫌丢人呢。岳父大人，这是给您带来的寿礼。我告诉你，你们大姐拿的是名酒，二姐拿的是名家佳酿，你这丢人现眼，这什么玩意儿？一会儿你们带回去吧。三娘，三娘，母亲，他爹，三娘好不容易回来，就别吵了，走，跟娘进去。今天是你父亲70大寿，你们多担待。岳母，我们知道，这么多年你们日子不好过，苦了你了。一切都过去了。你大姐、二姐都在，你们3姐妹好好叙叙旧。娘还有事，先走了。走吧。大姐、二姐，好久不见。大姐、大姐夫，二姐、二姐夫，哟，小妹、妹夫，你们来了啊！我们也回来给爹祝寿。哎呦，大姐、二姐，你们怎么还在院子里呀？这里太热了，你看酒菜都在凉亭给你们备好了，快到院子里去。好，爹。去吧，去吧。哎，你们干啥呀？赶紧去厨房帮忙去啊！这凭什么他们可以进凉亭，我们却要去后厨帮忙呢？
你能跟他们比吗？你大姐是首富夫人，你二姐那是主簿夫人，你拿什么跟她比呀？啊，还不到厨房去？哎，怎么又吵起来了？母亲，同样是女儿，凭什么我们就要去后厨帮忙呢？你们俩歇着，我去。不，岳母，我们去。我们去。哎呀，都一样是自己女儿。行了行了，你去忙吧。难道这真的是宫廷御宴酒？这真是价值连城的天下第一美酒啊！天哪，无价之宝，是只有开国功勋才能品尝到的美酒。这让我在这闻几口酒味儿，也值10两银子吧？起码值100两。也就是说，刚刚里长尝了这一口，起码也值1000两黄金。是啊，这都是我的钱呐！爹什么爹呀？要不是你们俩在这胡闹，我能白白损失这1000两黄金吗？啊！爹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那我们也是送了酒的。对啊，爹，我们肯定送的也是好酒。个屁呀！啊，什么九曲黄河，清江佳酿啊！啊，你们那瓶酒能有你妹妹酒的一口吗？啊！哎呦，岳父，稍安勿躁。还有什么呀？啊，旅长，小妹送的酒，当真可是开国功臣才能享用的宫廷御宴酒？钱老板，你是信不过鄙人的品酒能力。里长别的不敢说，品酒这一块绝对无人能比。是啊。诸位误会了，我自然不敢怀疑旅长的能力，只是我有个问题想问。请问，这宫廷御宴酒，陛下只赐给10个功劳最大的开国功臣，其余的都放在皇宫，供陛下专享，从未流传至民间。敢问旅长，您是在功臣府喝的，还是在皇宫喝的？钱老板说笑了，老头子是什么身份，能有这等的容积？那你如何确认这酒就是陛下御赐的天下第一名酒——宫廷御宴酒呢？对呀，您不是都没喝过吗？怎么就这么肯定呢？没错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我虽未喝过，但看过前人的笔记，写过宫廷御宴酒的酒味，此酒的味道确实与笔记上一模一样。至于是不是，我也就不敢说，它就是。啊！你这个蠢货！当初我不让你嫁给这个卖油郎，你嫁给他现在受苦了。后来你又因为找那废物儿子到处借钱，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。现在你又冒充皇亲国戚，你想把我们全家都害死吗？啊！我没有冒充。岳父大人，三娘没有说谎，我儿就是镇南王，这酒也是当今的皇上赐给他的。妹夫，你祖上8代都是穷人。你哪来的本事，还收了一个建国功勋呢？没有本事也就算了，人还不老实，满嘴谎话，跟你这种人做亲戚真丢人。你住嘴！我不允许你这么说的，我们才不稀罕呢。可惜呀，就是有人贱兮兮的要跑回来挨骂。就是这人穷嘛，你就老老实实待在家里，非要出来丢人现眼，出来找骂。大姐、二姐，你们说话也太难听了！难听？你们今天说的话，要是让镇南王知道，非但会影响我夫君的生意做不下去，而且会影响二妹夫夫君主播位置难保。你们要寻死啊，自己去死，别连累我们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这个下贱的卖油郎，我让你登门拜寿，也就是天大的恩赐，你竟然拿假酒来骗我啊！还冒充皇亲国戚！父亲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们过得好好的，你偏偏这个时候回来，把我的齐氏大寿搅成了这样。你是说是我搅和的？难道不是吗？啊！从你回来就开始胡闹，胡闹也就算了，如果你要是得罪那个镇南王，连累你大姐二姐家，我可饶不了你们。他们是你的女儿，我就不是嘛。你能跟他们比吗？啊！我够了！现在父老乡亲们都在场，你们大家给我做个见证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与李三娘断绝父女关系，永不来往。父亲，您做的太对了，早就应该这样了。
免得让你这个祸害拖累我们。父亲，你真的要把人赶到绝路吗？啊！对，我真的后悔把你生出来。如果要没有你，我们这李家还不知过得有多好。你从小就偏爱大家二姐，有什么活都不让他们干，全留给我一个人。你为了攒足给他们家人的嫁妆，要逼着我嫁给隔壁村做生意的贾似道啊！他都快50了，够了！我是你爹，你做女儿的就得听爹的。你有那么多的怨言，那正好。从现在开始，咱们就一刀两断。你给我滚！你不滚是吧？啊！滚！谁敢动我母亲？那么我再请问里长，可有技术能调出这种味道的酒？现在确实有些酒坊用其他酒可以调出名酒的味道。哦，这就明白了。现在来看呢，也就是你运气好，找了一个技术还不错的酒坊罢了。难怪这么嚣张，看不出来呀，小妹，你这整的还挺专业的呀。不是他专业，是他那个儿子在外面流浪了10多年了，那肯定学会了很多那些歪门邪道的。哼，保不齐啊，说不定他儿子就是那个假酒贩子。这个混账，我差一点就被你们骗了。这就是真的。这酒是只有开国功臣才有的。难道你儿子是开国功臣啊？现在咱们地界上的开国功臣，只有回乡给陛下修建行宫的镇南王。难道他是你儿子？没错，我儿子就是镇南王。什么？我儿子是镇南王？小妹呀，撒谎也要有个限度。镇南王的娘也是你能冒充的吗？你可知道，冒充皇亲国戚可是重罪。这李三娘真是失心疯了。为了不丢面子，连镇南王的娘都敢冒充。就是，这要是让镇南王知道，不光他，连他家人也要遭殃。你为了争面子，自己寻死也就罢了，还连累我们也进大牢，你简直是丧心病狂！三娘，你就认个错吧。母亲，难道你也不相信我了吗？你个不要脸！我怎么生出你这样的女儿？前面路太窄，我们走路过去。父亲母亲一定等急了。你说什么？就说你这个废物，怎么着？这样一个乞丐练回来干什么？还嫌你们家不够穷吗？大哥，找了15年就找这么个废物儿子回来，真替你不值。我们不在意这些，只要回来就好。养儿防老，这么个乞丐，他拿什么养你们呀？你看看我们家武义，他可是知府大人的第一幕僚，深得知府大人的器重。大人办事啊，都得遵循他的意见。不光如此，大人还把亲表妹许配给了他。在这临安城，无儿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有这样一个儿子，我们下半辈子可就享清福了。哎，大哥，要不让我们武艺帮一下你儿子，给他在知府谋个看大门的差事，这省得整天满大街要饭、乞讨、受人唾弃。你这个忙我可以帮，不过你得跪下求我。你说什么？让你儿子跪下来求一份前程，多简单的事儿。那跟我儿子混，那是他的荣幸。就是，让你跪下来就有一份前程，别说我们没给你机会。要我跪，你们也配？谁敢和我论尊卑？你们也配？好大的胆子！我们没有资格，在座的各位哪个不比你这个废物尊贵？我的夫君是本县的首富，二妹的夫君是本县主簿，他们在县城都是首屈一指的人物，与知县都能称兄道弟。你一个乞丐骗子，竟敢如此狂妄！一个商人，
一个主簿，放在平时连见我面的资格都没有。你们竟然敢在这儿跟我耀武扬威！母亲，你没有和他们说我的身份吗？我，镇南王，你这个废物，真是和你娘一样下贱，不要脸！放肆！你要是再敢对我母亲不敬，我就打了你的嘴！你们这群有眼无珠的东西，难道我送的那瓶宫廷玉液酒不够让你们心怀敬畏吗？什么宫廷玉液酒，不过就是勾兑的假酒，早被我们给砸了。你以为这样就能骗得过我们吗？你们母子那点把戏早被我们揭穿，还在这里装腔作势什么？果然是群井底之蛙，再好的东西给你们也是浪费。周文，你还在等什么？他们就是一群无耻之徒骗子，还不让人赶紧把他们带走！拿下！县令李万、知府秦刚、巡抚郑泰为镇南王外祖祝寿。下官来迟，还望镇南王恕罪。县令李万携100年人参、黄金1000两，为镇南王外祖祝寿。知府秦刚献上1000年灵芝、南海明珠，为镇南王外祖祝寿。巡抚郑泰献3尺珊瑚树、玉佛、黄金1万两，为镇南王外祖祝寿。起来吧！谢镇南王。知县、知府，连巡抚大人都来了，这些寿礼我这辈子也没有见过这么值钱的宝贝啊！他真是镇南王，你真是镇南王？难道那瓶宫廷玉酒也是真的？我的天下名酒就这么没了！哎呦，我的好酒啊！我已经许久没有回家了，本想着等婴儿回来以后，就带着他去见外公，给他祝寿，享受天伦之乐。谁成想啊，成了这般模样。婴儿，我们走吧。既然如此，这些贺礼你们都拿回去吧，退下吧。尊王爷令，把东西都搬走。我的好外孙啊，你看你刚刚到这儿，怎么就能走啊？乖外孙，给外公一个面子啊！让小妹家坐在主桌。说得对，既然我们已经被赶出来了，还断绝了父女关系，那我们还愣在这干什么呀？小妹，你别走，是大姐错了。大姐跪下给你认错，对不起啊，小妹，我错了。小妹，我错了，错了，姐姐给你跪下，给你磕头。婴儿，玉珍，我们走。小妹，老李啊，这天大的福气没接住啊！父亲母亲不必在意，那些心思奸诈、趋炎附势的家人，不要也罢。对，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，高高兴兴的，那就足够了。